What do you think was the reason for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 think it was Дан приказ ему на запад, ей в другую сторону. 苏联曾经是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却在1991年解体成现今的俄罗斯。然而俄乌中的它，未来又将走向何方？带着这些疑惑，我们一起走进莫斯科。如果我可以活到200岁，整个欧洲都将匍匐在我脚下。欢迎回到阿科在路上的频道，相信大家也听出刚才那句话呢，出自叶卡捷琳娜大帝。俄罗斯如何从一个莫斯科小公国扩张到如今横跨欧亚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的呢？那么这一期我将离开库页岛，前往俄罗斯帝国梦开始的地方莫斯科，了解大俄的前世今生。俄罗斯从一个莫斯科公国扩张到横跨欧亚2大洲，现今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正所谓胖子不是一天吃成的，大俄狗作发育的时期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部落时代、基辅罗斯、被殖民、莫斯科公国。俄罗斯人的祖先是东斯拉夫人的其中一支，斯拉夫人起源于波兰的维斯瓦河，随着四处迁徙，逐渐分化成东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由于距离欧洲的中心比较远，开化的时间也最晚，在公元6、7世纪还仍然处于部落时代。后来联俄北欧维京人才真正统一出一个国家基辅罗斯。顾名思义，基辅就是以基辅为中心，而罗斯是东斯拉夫人对维京人的称呼。作为外来的维京人，为了统一国民思想，选择了东罗马的希腊正教作为统治工具。然而好景不长，第二任国王在死前把国家分成5份，交给了5个儿子，可想而知，基辅罗斯又分裂成一堆独立公国。来到13世纪，隔壁蒙古人冲了进来，从此东斯拉夫人开始了长达200多年被殖民时期。但人数较少的蒙古分不出那么多人来治理，于是扶持基辅罗斯的罗斯贵族作为傀儡管理各个小公国。其中的一个公国叫莫斯科公国，由于地处各个公国的中央，其公爵伊凡得到蒙古人的重点支持。伊凡利用蒙古的信任，一边敛财，一边兼并其他小公国。短短数年，莫斯科公国发展成整个罗斯的政治宗教中心。苟则发育到伊凡3世的莫斯科公国，真正完成了统一整个罗斯，并赶走了蒙古人。继任者伊凡4世3岁就登基，比溥仪还早，登基就成傀儡皇帝，直到13岁才干掉各个大贵族，真正掌握了实权。为了紧紧握住来之不易的权力，于是搞起了君主专制，改国号为沙皇俄国。发育时期结束，接下来就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300年。领土从原来的280万平方公里足足扩大了10倍。伊凡4世实行君主专制，成立了沙皇俄国。死后国家发生内乱，最后推举出新的沙皇米哈伊尔一世。而这位沙皇不是北欧维京人的后代，他姓罗曼诺夫，于是俄国进入一个新王朝——罗曼诺夫王朝。新沙皇米哈伊尔对沙俄最大的功劳就是带来了一个孙子，相信大家都认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彼得大帝。大帝迁都圣彼得堡，天子守国门，全盘西化，兴办学校，推广科学，组建新式海军，征服强敌，挤进欧洲列强。大俄有了一个霸气的名号——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的外孙娶了一位外国老婆，虽然对自己来说很惨，但对大俄来说则是迎来了第2位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一位开疆拓土的大帝。在南方通过俄土战争击败奥斯曼帝国、克里米亚汗国，领土扩张到黑海及亚速海。在西方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在东方扩张到阿拉斯加。你没听错，当时阿拉斯加属于俄属北美，也就是说当时大俄的版图横跨欧亚美3洲。最后近代史就是大家熟悉的1战、2战、冷战、苏联解体。
再到现今的俄罗斯，版图横跨11个时区，面积1710平方公里，陆路与14个国家相邻，海路通往北冰洋、太平洋、大西洋，与7个国家隔海相望。人口1.43亿，由194个民族组成，其中俄罗斯族占了82%，其余还有鞑靼、乌克兰、楚瓦斯、巴什基尔、白俄罗斯、摩尔多瓦、车臣等等民族。上面也是有航班信息，这边也是要过安检才能进来的。可以看到库页岛的机场还是不错的啊，这边有些自动的收饭机，然后还有自动卖花的，可以看到这边一束花的价格是2400卢布，也有便宜的是1600卢布。经过近9个小时，6660公里，横跨了8个时区，终于开启俄罗斯的主线任务——莫斯科。从莫斯科大公时代开始，再到沙俄、苏联、俄罗斯联邦，其都是作为帝国心脏的存在。虽然我是第一次来莫斯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这里并不陌生。那些耳熟能详的俄法战争、俄罗斯保卫战、红场上的克里姆林宫、圣瓦西里大教堂，对，还有大诗人普希金等等。莫斯科得名于如今穿越整个城市的莫斯科河，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交通中心，面积2510平方公里，全国1/10的人都生活于此。俄罗斯的首都及最大城市，同时也是欧洲的最大城市，属温带大陆性湿润气候，极端气候频繁，冬长夏短。我现在所在这个机场呢是谢列涅奇娃机场啊，可以看到这个机场非常的大，一个国际机场，而且是有中文、英文还有俄文的。可以看到我的到达时间是3点25分啊，才过了1个小时不到，其实已经过了8个多小时了，只是因为这边的时差是有8个小时的，所以说到了这边感觉还是时间没有变。从机场到市中心呢是有38公里的，我要先坐公交车，然后再转2趟地铁，大概要1个多小时吧。在这里坐机场快线啊，价格是350卢布。在这里换乘地铁，在莫斯科呢看到有这个 M 就是 metro 的意思，就是地铁的意思。在俄罗斯的售票机只有俄文，刚才用翻译机翻译了一下。现在这边呢，一趟是70卢布，然后一整天无限次的话是340，然后3天的话是650，然后这边是60趟的话是420，这边是30天无限次的。最后这个点进去，它是有1天、3天、90天，还有1年的。这里的卡是这样子的。在莫斯科的地铁线路真的非常的繁忙啊，而且这边的地铁啊都是每1-2分钟一班，1-2分钟一班的，非常的快啊。莫斯科的地铁都非常的深啊，等一下给大家计时一下，看需要多久才能上去。在这边呢，无论你坐多远都是70卢布一趟的。现在上电梯开始算时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站啊，你以为这里就到了吗？还没有，还要再往上走。这边出站不需要刷卡的，这样的话就挺浪费，因为它这边卡上面是有芯片的，但是是用这个卡来感应，然后才能进站的。哇，挺浪费的这样子。这边还有轨电车，所以莫斯科的公共交通还是挺发达的。在俄罗斯呢，上厕所都是要给钱的啊，这边是自助给钱的，50卢布上一次厕所。到住的地方呢，办理入住的时候还挺坎坷的啊，因为我在上一家住的时候啊，我忘记开这个收据了。在俄罗斯住啊，无论在哪一个酒店啊，都必须要他们开这个收据给你啊。然后你到下一家，他要看你这个收据，然后他才给你办理入住的。来到附近的一家超市，
可以看到这边的橘子就便宜很多啊，1公斤是180到300卢布左右啊。葡萄230卢布1公斤，油桃300卢布1公斤，苹果160一公斤，但很多都是坏的了，你看很多都烂掉了。这个超市还有快餐，然后在这边有米饭、有鱼肉，还有青菜。这个是牛肉，还有鸡蛋，还有汤，加在一起才350卢布。这里呢就是莫斯科河啦，整个莫斯科呢就是沿着这条河的两岸所兴建的。可以看到前面啊就是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呢，它不是指一座宫殿啊，它是指这个城墙范围内的都是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大家早上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红场呢，是俄罗斯举行国家庆典的地方。而红场的取名呢，跟它的墙体是红色没有关系的啊，是因为苏维埃的红色而得名的。红场周边呢是有非常多的景点啦，像我们身后这里就是克里姆林宫，然后旁边就是列宁墓，然后正对面呢就是卡山大教堂，这里呢就是俄罗斯的国家百货商场，这里呢就是圣瓦西里大教堂。红场南北长330米，东西宽175米，呈长方形，面积约5.7万平方米，地面全部由古老的条石铺成，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在这呀，更正一下我口播的错误信息，红场的命名不是从环绕在它的砖头颜色而来，也不是因为共产主义的红色而得名，而是因为俄文 Krasnaya 意指红色或美丽的。红场的俄文具有美丽广场之意，这也算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了。值得一提的是，在1812年拿破仑战争中，整个莫斯科城市毁于战火，红场也未能幸免。现在大多数看到的建筑属于重建。我身后呢就是沙皇伊凡4世时期所兴建的圣瓦西里大教堂，非常的有特色啊，洋葱头，而且是9个不同的教堂，彼此独立又相连的。在这种大帝国时期啊，非常的喜欢修建这种雄伟的建筑啊，大家可能也比较崇拜像罗马啊、沙俄啊这种大帝国啊。那我可能要给大家泼过冷水了，讲一下这个圣瓦西里大教堂背后的小故事吧。当时呢，工匠修建完这个大教堂之后呢，沙皇伊凡4世呢就下令戳瞎所有工匠的眼睛啊！大家肯定觉得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当时呢，建了这么漂亮的大教堂，沙皇就怕它再建出比这个更漂亮的，所以说就下令把工匠的眼睛全部戳瞎了。排很长的队才能进来，但是列宁墓里面是不能拍照的。现在在外面啊，可以看到这些都是苏联时期的一些人物啊，可以看到就是斯大林的这个墓碑呢，的祭拜人比较多啊，可以看到全部都是鲜花，别的地方都只有一朵。这里就是红场旁边的古姆百货公司，哇，真的仿佛好像来到了哈利波特的世界啊！哇，这里真的跟一个欧洲小镇一样，非常大。这个百货商场，世界这边的冰淇淋150卢布。俄罗斯被制裁了，所以说来这里旅游呢，可以在这个银行办一张卡，再往里面存钱，那就会方便很多，不用用现金的。然后这边还有苹果商店啊，虽然它不叫苹果商店，但里面卖的全部是苹果，进去看一下吧。来看一下15 Pro Max 的价格，256的话是14万5千卢布，1T 的话是接近20万卢布。MacBook Air 可以看到啊，这个是才是M1芯片的，8万6千卢布。
这个商店呢只有14、15、16还没有货的啊。在商场里面上厕所也要收费的啊，50卢布。本来就想上个小号的，感觉不上大号就要亏了啊。哇，这里的鱼子酱好贵啊，16000一小瓶，这个是8000的，还有4万卢布一瓶的。每一格呢，类似一个小商店啊，然后都有一个售货员，有点像那个公有制啊，非常的像。这里还有卖列宁的什么呀，还有套娃，哇，还有中国的茶叶，好多哎。但这么一饼茶叶，沉香红印，价格是3620卢布，普洱茶。这里呢是纪念1941到1945年的卫国战争的，看很多人在这里排队献花。在红场这里呢，我看到有人在这里派发宣传单啊。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反战的，结果不是啊，而是宣传战真的，讲述的是美国啊西方对俄罗斯的侵略啊，还挺多人在这里派发这种宣传单的，而且还挺多人支持的，所以说这场战争可能没那么快结束啊。这是以前的麦当劳啊，现在换了名字，套餐都是在500左右。像这个双人套餐也就是760多，还是麦当劳好啊，上厕所不用给钱。麦当劳对面呢就是以前的 KFC 啊，这就是俄罗斯比较常见的快餐厅啊。这边的菜品呢都是称重的，像我点了这么一大份，价格才550卢布啊。这个呢就是罗宋汤啦，当时旧上海呢称俄罗斯人为罗宋啊。所以说呢，罗宋汤就是俄罗斯汤的意思，当然还有罗宋面包啊、罗宋人。这边每列地铁的车厢都不一样的。这里呢就是莫斯科整个地铁的预览图啊，可以看到，就这边的线路就有16条，再加上一些支线，接近20条线路啊，密密麻麻，像蜘蛛网一样的。然后有200多个站。每一天的客流量就接近900万人。先来到了共青团站，这就是列宁啊，是不是感觉这不像地铁站，更像一个欧式的宫殿啊，很凡尔赛啊！你看到它的屋顶。就用了马赛克的作画，那种中世纪的画，非常的精美。我感觉真的地铁都可以来一日游了，真的，大家来莫斯科旅游的话，不要错过地铁啊。从共青团的地铁站出来之后呢，这边就是他们的火站，这边呢也是整个俄罗斯的交通枢纽的中心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边是3条火车线路汇集的地方啊，这边呢是其中的一条线路，然后它每一条线路呢都是有独立的移动建筑的。哇，是不是跟印象中的火车站不太一样啊？我印象中的火车站就有点像广州火车站啊、罗湖火车站那种的。在莫斯科啊是非常多像这种类似于报亭，它不是报亭，应该叫书亭啊，因为都是卖书的。那边一个，这边一个，非常的多啊。哦 ，I see。像这边的书籍呢，这一边都是150卢布啊。这种就贵一点了，像这一本呢是
490卢布。18吧。这是地铁站出来，这边呢是长途的，这边是城际间的，也就是短途的。那边还有一个短途的，然后这边呢就是动车的，是到那个圣彼得堡的。这边的自动售票机非常的多啊，当然售票口也很多啊，而且不同城际之间的火车的售票点也不一样啊。大家早上好，我现在来到了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3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大家看这里是不是觉得平平无奇，只有一个这么小的门口啊？上面写着地堡42号啊。这里呢，在苏联时期啊，是作为国防指挥部的。在这里呢是有核按钮了，在这里呢是可以指挥核导弹的发射的。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啊，里面呢是大有乾坤的，地深是有60多米的啊，在下面的一个按钮就可以决定着我们人类的命运。40号地堡又称塔冈斯基保卫指挥点，为莫斯科地铁塔冈卡站附近的地底下，占地约7000平方米，深65米。建造于美苏冷战时期，主要是为了核战争而建造。如果发生核战，这座可容纳3000人的核指挥室可以不依靠外界支援生活长达90天，里面有完善的食物储藏、医疗设施、空气循环系统与柴油发电机，而且与地铁隧道相连。哇，这个门就重2吨了，现在就要进去下面了。哇，它是没有电梯的啊，是走楼梯的。现在到负9楼了，他给了一个英文的资料，上面就介绍了很详细的。他说像这样的地堡啊，是在他们全国各地都有的，不只是这一个地方的。现在已经到地下了，哇，这个隧道非常狭长的，而且呢是错综复杂的，它开放的只是一小部分啊，整个地下呢是有7000平方米的，然后地深是65米。这就是当时核打击的控制室啊，可以看到那边就是核按钮了。这边呢就是当时的原子弹，当然是模型了。可以看到啊，它一开始是用那种轰炸机，然后来投放原子弹的。后面是发明了洲际导弹之后呢，就不需要轰炸机了。当然，洲际导弹有别的用途了，像送他们的卫星上外太空啊。这就是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错综复杂，刚才看了他们的结构图，它是有4个长条的长方形啊，而且呢它是相对独立的，它不是连接在一起的，但它也有一条通道连接在一起，但是有很多的意思。其实这里呢它是有电梯的，但是只有1部。刚来这里爬楼梯了，相当于爬了10几20层楼啊 ，finally 终于上来了。哇，这个门很厚啊！哦，好喘。但其实它地下呢是可以通到那个地铁的，旁边是有地铁隧道了，经常听到有那个火车、地铁的声音啊。所以说很多物资它也不需要从这里运上来。这是42号地堡旁边的地铁5号线啊，这边下去已经很深了，我以为到头了，结果呢还要再坐电梯啊。这些都是防空级别的地铁站。
不得不说，俄罗斯的基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我现在来到了麻切山，也就是莫斯科的一个制高点啊，全程是可以坐地铁，然后再坐电梯上来的，包括山顶建设的也是很好啊。那么我们往前走，去鸟瞰一下城市的天际线。现在到观景台啦，哇，这音乐好好听啊，很 jazz 风啊。这边呢还有缆车的，这里在冬季呢是一个滑雪场，我估计。下面呢就是莫斯科河，在前面呢就是奥林匹克体育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缆车的价格吧，这边是自动售票机，这边就是价格表。成人的话，星期一是140卢布一趟，来回的话是200，然后星期二是200，然后星期三到星期五呢是270，节假日的话是500卢布一趟。这边呢是一个更大的观景台啊，哇，这边的视野非常的开阔，这里呢也是莫斯科的制高点了。我想起一件不好的事情啊，就今天是星期天，也就是说我要花最高的价格来坐那个缆车。前面好像在举行运动会啊，可以看到正前方的这栋建筑呢，就是莫斯科的国立大学啦，是非常的大的啊。那么我们就去采访一下当地的大学生吧。这里呢就是莫斯科大学啦，俄罗斯排名第1的 ，QS 里面是排名87的啊。但今天是周末，所以说都放假，没有学生。那么我们明天再过来采访吧。学校呢是不对游客开放的啊，如果要去拜访的话要提前申请的。这个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还挺多的，刚好碰到2个打篮球的，是在这边读研的，今年是第1年刚来，但他们不想上进啊，所以说我们就私下问了一些问题。现在这边学费啊，读研的话，1个学期就要接近19000、18000人民币了，那相当于是1年接近4万人民币了。然后这边比较好的专业就是理工科啦，反正我是听中国留学生给我介绍的啊。在莫斯科大学旁边呢，就是一个马戏团。没办法，今天没有采访到人，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个马戏团吧。票买好了，这边最晚呢是7点半那一场，我买的是5点这一场，然后票价呢从1500到2500不等啊。在俄罗斯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是在一些公共场合呢，他们都会设置一些可以让你存放外套的地方啊。What's the end? And chips. Which flavor? Do you have original? Salt. Okay, so yeah, okay. That's all? Yeah, that's all. Yeah, 250. 250. Okay, thank you. Hi, Привет. Hi, Hi. Can I have your name? I'm Stesha. And I'm Anya. Oh, okay.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you? Our major is in government. We are government workers. Oh, okay. I see. And you the same? Yes. So you are classmate? We're in the same group. Okay. And the first year, right? Here. Yeah. Yes, Okay. Do you have we're any first hobby? year. I like sing a lot. Sing. Okay. And you? I'm an artist. How is the life in Moscow? I can say that life in Moscow is wonderful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get great education and a lot of medicine opportunities. Yeah. Facilities. I think life in Moscow is great because Moscow is a very well structured city. It ha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go with your
friends or family to spend time together. In Moscow, there is a very good quality of all. I should say that economy here is quite good as medical. Yeah, medical care. Eh? Medical care, yes. All the. I mean, okay, for the medical care, it is free for everyone. Yes, it's free wow, for. it's amazing. Yes, everyone can ask a doctor or call it at home. Do you need to wait a long time to get the cure? No, you don't need to wait a long time. Not very long. You can wait for 1 hour or 1 hour and a half, and you can wait it for 15 or 20 minutes. Okay, it's really fast. Yes. Wow. For your degree, what's your ideal starting salary? Yeah. I think to live in Moscow, you should earn at least like 200. 200,000? 200,000 rubles. I think you should have 150,000 rubles. Okay. My preferred salary is around 500,000 rubles. Oh, 500,000. Okay. 100,000 rubles. It is enough to live here.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5 years? My father has his own business, so I think I will help him in the future. Because I will be in charge of it when I get older. So I will be preparing for my future role. Oh, I see. And you? I think I would want to be a professional artist and draw cartoons or maybe draw pictures for children's books. Oh, I see. Yes, illustrator. Oh, I see. I want to be a translator or interpreter. That's my dream. Oh, okay. So for your degree, what's your ideal starting salary? As far as I know, translators here can be paid nearly 100,000 or 150,000 and more. It depends on your skills. How do you see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I think both of these government models have their better sides and worse sides. I think the socialism that I think China has. We also socialism. I think it's a model that Soviet Union failed to achieve. I think China is doing greatly with it. To my mind, from my point of view, from Russia. I don't really know how is it in China really, but I wish to visit it one day. Capitalism, I think it gives u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our productions, fabrics. I don't see socialism good politics for Russia. I see that imperialism or capitalism is much better, and nowadays we live our perfect years, and I think that nowadays politics are better than they were in the past. So what do you think was the reason for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my opinion, the influence of USA, of course, was the main reason of the collapse. And also the situation in society and revolts made the decision of politicians to collapse the Soviet Union. I think it was a lot of small things collapsed together, like the unhappiness, I think, of the people, the common people, and I think it's just meant to fall.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a Chinese audience? Subscribe, and also I want to say visit Russia. The life here is very good. Love you, love China, and
all people in whole world. Ok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I have a gift to you, a chocolate.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Thank Thank you. Bye. Bye. 又到说再见的时候啦。这几天在墨西哥逛下来，感觉这里保留了许多前苏联的影子。很多人会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一个乔巴夫，我觉得这样是不够客观的。其实，在他上台之前，苏联就存在着很多问题，摇摇欲坠的。包括大家把现在阿根廷的问题归咎于米莱一样啊，其实，在米莱上台之前，阿根廷已经经济破产了。所以说，再给他多一点时间，我相信阿根廷会越来越好。其实现在已经变得很好了，包括他们现在股票已经大涨了。奥地利派的经济学说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了啊！这又让我想起了赫鲁晓夫跟尼克松在莫斯科的世纪大辩论。当时的赫鲁晓夫对尼克松说：“你的孙子一定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不甘示弱的尼克松呢又回怼道：“我不知道我的孙子会不会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但我知道你的儿子一定会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旗帜下。如果允许人类自由迁徙，那么人流的方向就是文明的方向。20世纪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在1944年就预言了苏联的解体。苏联斯大林主义从中央计划经济到个人集权，再到法西斯主义的演变是必然的。计划体制践踏市场，忽视基本人权，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自我毁灭。这一论述在47年后予以澄清。教堂里举行着婚礼，我路过感到甜蜜，也让我想到我和你。